作为波兰第一款自行研制的主战坦克 PT-91 属于不折不扣的多国杂交装备，特72的车体却加装了欧洲的火控系统。虽然外号不太好听，但性能还是挺不错的。在乌俄战争中 ，PT-91 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根据 Aurex 网站报道，截止目前，乌军仅损坏了9辆 PT-91。虽说 Aurex 网站仅记录有证据的损失 ，PT-91 实际上的损失更多，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 PT-91的性能。如果将 PT-91放在俄军的装备序列中，甚至可以与特90掰手腕。那么 PT-91这款杂交坦克好在哪？在乌俄战场上又起到了什么作用？乌俄战争爆发后，波兰的行动相当积极。之前还表示要向乌克兰提供200辆 PT-91。对于乌克兰而言，这些 PT-91要比豹2 M1 或者挑战者2更好用。从本质上来说 ，PT-91就是特72 M1 的升级版，其基本结构和操作都是苏式。对于常年使用苏式坦克的乌军而言，车组人员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可以完成适应训练并乘车作战。PT-91的弹药与乌克兰现有坦克相同，弹药保证方面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更重要的是，作为一款杂交坦克 ，PT-91的车体虽然是特72，但内在却完全不同，其针对特72在机动性较低、装甲不足、缺乏火控系统与主炮稳定的缺陷进行了升级。20世纪80年代末期，波兰政府继承了前政府遗留下来的特72以及格里维采式的特72坦克生产线。为让这些苏制装甲武器发挥战力，波兰政府决定让波兰军队总参谋部负责升级改进这批坦克，具体工作则由格里维采机械设备研发中心负责。1990年，该公司推出了坚韧坦克改造计划，利用北约技术对特72 M1 进行升级。1992年 PT-91服役，在火力方面 PT-91并没有进行太大的升级，依旧是继承自特72系列的 2A46M， 打击威力和原炮相差不大，不过取消了原车体内部的炮架，换成了一部自动装弹机。当然，对于乌克兰而言 ，PT-91的优点不在火力，而在于弹药。PT-91的弹药与苏联其他的125毫米坦克炮通用，对于乌克兰而言，省去了配套后勤上的困扰。以色列之前还为 PT-91研制了新的125毫米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，威力有了一定的提升。只是波兰拿到的新式弹药相当少，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新弹药跟随 PT-91援助给乌克兰。特72火控系统的性能较差，特别是夜战能力。作为改进版 ，PT-91换装了波兰自行研制的抓瓦 T 型数字化火控系统。该系统采用了大量的欧美部件，比如系统内集成的炮长热成像瞄准镜，就是以色列 ELOP 公司生产的。该系统还融合了波兰制造的梅瑞尔的1型火控计算机、斯洛伐克制造的炮控双向稳定器，还装配了 USDK1 型电子显示器，能显示火控系统传感器的各项数据，供车长和炮手使用，也能让驾驶员看到坦克动力系统的运行情况，保证车组成员实时掌握车态动量。出口版 PT-91M 则安装法国萨基姆公司的萨万15火控系统，坦克的行进间射击精度更高。另外，车长和驾驶员装备有波兰自行改进的新型微光夜视仪。火控系统的改进和性能上的重大提升，使得 PT-91的打击能力与夜战能力更强。PT-91的另一个升级重点则是防御。特72 M1是苏联20世纪80年代初推出的出口型坦克，性能介于特72A 和特72B 之间，但装甲防护被人为降低，导致实战中被大量击毁。于是波兰就在 PT-91的车体炮塔正面安装了自家的抓瓦1与抓瓦2附加反应装甲，增强了坦克对破甲弹和穿甲弹的防御能力。装甲上内部填充了可爆炸的物质，遭到敌人炮弹打击时，反应装甲就会发生爆炸，保证坦克车体的安全。与苏制反应装甲相比，抓瓦系列装甲可以无缝隙地紧贴在坦克的重要部位，避免因装甲出现缝隙导致防御力下降。为了扩展外贸生意，波兰还对 PT-91进行了打击测试，在理想状态下，抓瓦
系列装甲可以将苏系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穿透力削弱50%以上。就比如特72B 使用的 3BM15 与 3BM22 可以削弱57%的穿身。当 PT91 正面承受这些弹药攻击时，经过抓瓦装甲削弱的穿甲弹可能被车辆机甲挡下。如果是 3BM15 的话，几乎是100%防御。面对德制的 DM33 穿甲弹时，抓瓦装甲也能达到40%的削弱效果。不过，是否能够彻底防御 3BM42 还得看进一步的实战反馈。另一个重要测试则是针对破甲弹头，在这方面 PT91 甚至可以免疫 RPG。波兰测试的时候使用了破甲达到900毫米的铁拳3，结果显示抓瓦装甲削弱了铁拳3 40%到50%的穿透力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在面对俄军的 RPG7V 时，PT91 的正面可以做到免疫，而且就算是被命中，坦克也不会起火爆炸。针对特72中弹后容易发生2次杀伤效应的特点， PT91 配备了自动灭火易爆系统。坦克上方还安装了华沙 PCO 公司研制的第2代激光报警系统，加强坦克的临战反应。被激光测距仪或制导激光照射时，系统会立刻向车组成员告警。同时 PT91 车体侧面还配备了德国韦格曼公司的烟雾发射器与24部榴弹发射器。在收到激光报警后，成员可以马上打出烟雾弹，以躲避来袭弹药。PT91 坦克的外表面还采用型号为 1K2KS 锡箔涂料涂抹的锡箔涂层，能够有效降低被敌方雷达发现的概率。经过这一系列改进之后，重量自然会增加， PT91 的战斗权重达到了 45.3 吨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点小问题，重量增加那就升级发动机。PT91 的发动机功率提升到了850马力，最大行驶速度60公里每小时，行走装置也有变化，改为类似于豹2的挂胶履带，行驶噪音更小。那么在乌俄战场中， PT91 这种杂交坦克能起到什么作用？虽然乌俄战争爆发后，坦克无用论再次兴起，但事实证明，现代战争坦克不能少。以高强度陆战常见的形式攻坚战为例，如果没有坦克的强大直瞄火力支援，轻装甲的步战车很难保证自身生存率，步兵也很难推进。倘若己方攻势受阻，那么对方就可能集结火炮，对己方兵力集结点进行较长时间的打击。反之，如果坦克迅速打开口子，那么其他单位就能通过彼此配合，向敌军防御纵深挺进。对于乌军而言， PT91 为其提供了持续且可以时刻伴随的火力支援，性能也足够了。PT91 在火控系统升级上下了大功夫，给炮手加装了第3代热成像，一小部分 PT91 安装的还是老式2代热像仪，这已经比大多数的俄军坦克要强了。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，俄军的装备所配备的坦克大多都是特 72A、特 62M 甚至是特55系列，一些情况较差的部队都用上摩托车与全地形车了。这些乱七八糟的地面装备缺乏高效的态势感知能力，在遭遇战中 PT91 有着先敌发现的优势。就定位来看， PT91 对于老式特 72B 有着压倒性的优势，并且对于新式的特 72B3、特 80BVM 以及特 90M 也不至于被打先手，有着一定的迎战脱离能力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 PT91 没有任何缺点。PT91 与其他的老旧坦克一样，缺乏车长热像通道，没有较好的战场周视锁敌能力。另外，对于乌克兰而言， PT91 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性能，而是维护保养。波兰已经拆除了 PT91 生产线保养依赖库存备件，并且原本计划在2030年前更换装备，所以波兰也不是很上心。但是援助给乌克兰之后，后勤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。北约援助的武器大多都存在维护问题，就比如德国援助的 PZH2000 就因为炮管磨损和缺乏备件而出现故障，加上乌军使用火炮的强度超过了北约最高标准3到4倍，大部分的榴弹炮已经无法使用。总的来说，作为波兰第一种自行研制的坦克， PT91 的性能绝对不算差，只是有些生不逢时。苏联解体后，冷战也随之结束，加入北约阵营的波兰安全感大幅度上升，减少了国防投入，武器采购量也随之下降。从1995年到2002年，波兰陆军一共接收了233辆 PT91 以及其改进型。虽然 PT91 很受波兰军方的欢迎，
并且利用了特七二 M1的底盘，制造出多种改型车，包括特七二 M1K 指挥坦克、WZT3 装甲抢救车、MID 装甲工程车、PMC90 装甲架桥车，以及一种驾驶员训练坦克。但是加入北约之后，波兰获得了物美价廉的二手豹 2A4 PT91的处境非常尴尬，采购量减少，波兰陆军的市场又被豹 2A4 占据了一部分。不过 PT91的出口型 PT91M 赢得了马来西亚陆军的订单，也算是缓了一口气。目前这些 PT91已经退居二线，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前，除了最早的原型车被送到了波兹南陆军博物馆内收藏外，其余的232辆均在波兰陆军服役。不过在2022年4月，波兰花费60亿美元采购了250辆全新的 M1A2 ICE PV3，以取代 PT91。退休的坦克也将逐渐被送到乌克兰。波兰政府曾表示，将向乌克兰提供200辆 PT91，帮助乌军抵御俄军的攻势。就性能而言 ，PT91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。至于更大的作用，基本就没有了。无人机的兴起，加上反坦克武器性能大幅增加，坦克的作用被削减，都被炸成大号高达了。PT91也无法左右战场胜负。当前的战场是战机与无人机的天下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 PT91在乌俄战场中还能发挥什么作用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